是吗？下雪了，太好了。嫂子，几天后会有位姓毛的先生来接你和雅芳。他身上有我的一支钢笔，你认识。他会把你们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什么时候回来？胜利的那天我就会回来。一会儿我替你缝颗纽扣吧。好。我出去看看雪。小钟想成全徐家的美事儿，他深知此番再度回到凤阴会是怎样的结果。他暗暗地为自己多年的好友徐安国青鸟同志祝贺，他由衷地为他步入下一个行动计划时能留下一个希望的种子而感到高兴。此刻，他又想起了尚在恢复禁闭中的恋人邹静茹。能把你们俩的秘密告诉我吗？嫂子，我们徐家能有你这样的媳妇儿，那是祖上修来的福分。这么说，你同意了？不，我不能，我对不起我兄长。你真傻，这正是你兄长的意思，也是他的临终遗言。你放心，我会对雅芳和孩子好。等到战争结束，如果你还活着，当然，你必须活着。我们就会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安国，快给我们徐家留下一条根吧！快给我们徐家留下一条根吧！嫂子。嫂子，你在看报纸吗？今天的头版都说些什么呀？哎呦，子琪君呐，你怎么有空来看我呀？哎呀，谢谢。我们把你从日本市的天井搬到这里来，不仅是因为这里的环境比那儿更好，另外我们还不想让你总是在日本的榻榻米上玩味你那些日本情节，这样你可以换一种活法。
子期君呐，你总是念念不忘的让我参加你们的39号工程的研究，让你失望了，你死了这条心吧。我是不会跟你们合作的。你什么时候让我回去啊？谢诺科夫将军还在等着我呢。你以为你搬出谢诺科夫将军就可以镇住我吗？当年你们日本留在中国土地上的那些刑具，你大概也略知一二吧。我再给你3天时间，软禁已经给足你的面子了。3天之后，如果你还这样执迷不悟，那我将把你交给凤阴保密局特别处去处置了。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亲自去享受一下你们日本人自己发明的刑具了。想用日本的刑具来征服我？过去我一直认为刑具只不过是扼杀人类文明的标志啊。可细菌却并非是践踏文明的产物，它可以同时造福于人类。斯塔尔博士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吗？可是你要求我参加研究的项目将用于毁灭人类。不，藤田君，你全然不了解你眼前的唐子琪呀。早在23年以前，我研究的利用细菌遏制多种肿瘤病变的论文就已经表明了我的心志。如今在这特殊历史情况下，我想利用我的才智，加你藤田小二的劳动结晶，去拯救中华民国，这有什么错呀？可你让我参加研究的工程，将会给人类带来毁灭。子期君，你很危险呐！你担心我万一失控是吗？你请放心，我研制的砒霜结晶体对万一产生的非原始性的白血病、霍乱以及鼠疫都有预防和治愈功效。我们使用39号秘密武器，主要是用于徐蚌会战中万一国军处于下风时的战时补给。换句话说，也就是想利用39号秘密武器，在国军处于下风时候力挽狂澜。子期君，那么在你的研制过程中，有哪些难题需要我提供帮助呢？这就对了。前面就是你们要去的路口，路上小心点儿。是，嫂子。往后就叫我玉芬吧。是，玉芬。你先回去吧，雅芳还需要你照顾。这只手，我替雅芳握着你。我用这2只手，祝福你们平安归来。谢谢你，玉芬，你真是我的好嫂子。你放心走吧，雅芳就是我的好姐妹。我们等你归来，万一怀上了，给他取个名字吧。要是个儿子，就叫小雨。我哥生前一直想给孩子取这个名字。要是女孩呢？要是女孩，那就叫盼盼吧。盼他爹早日归来，盼他爹逢凶化吉，刀枪不入。嫂子，回去吧。来接你的人呢，
会带你们去苏北。不要忘了我叫你的暗号，如果暗号对不上，切记不要跟他们走。安国，我不让你走。玉芬，别这样，让人看见会笑话你的。哎，你说的那个来接我们的人长得什么样子啊？哦，和我的块头差不多，眉宇间有一颗黑痣。他带你们去的地方，应该是苏北。你要记住，我在家里叫你的暗号，如果暗号对不上，切记不要跟他们走。好，保重吧。考尔金先生，有您一封信。哦，谢谢。啊，不客气。这是一封来自于苏联莫斯科的信。当口尔金读完信后，他显得心情沉重起来。原来，苏联内政部特别保安委员会的扎戈奇上校已经知道了塔斯社记者普多夫杰娜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并列举了普多夫杰娜祖母普兰德拉与末代沙皇的情人关系。信中称，普多夫杰娜作为战地记者，应该严守中立立场，切不可坚守自盗，行为不轨。扎戈奇上校在信中同时也批评了口尔金在中国的工作，并希望他尽快找来普多夫杰娜，并要求他作为苏联人自重，切不可再卷入藤田教授事件中去。口尔金显得有些后怕。接到口尔金召见的指令，普多夫杰娜立即驱车前往。但是他清楚地意识到，此行必定跟内政部搞情报方面的事情有关。他已觉察到自己的危险，但是他要找到尼古拉二世残骸的志向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要铤而走险地干下去，求得太子金国的同情与好感，就必须帮助唐子琪撬开藤田小二教授的嘴。亲爱的科尔金阁下，您的召见就像西伯利亚的风一样冷。可昨天斯大林格勒又恢复了容光焕发。此话怎讲，普多夫小姐？据《真理报》的短信说，这2天列宁格勒天气不好，可是斯大林格勒却阳光明媚。报纸还说，关于土格涅夫的遗物不日揭晓，可能他的遗稿价值连城，就连收藏家也垂涎3尺。那结果怎么样呢，普多夫？结果，有个叫瓦夏的记者，从莫斯科又找到了普希金的文稿，而且还是真迹。科尔金，你是一位消息灵通的人士，难道你没有用短波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吗？普多夫，你今天真美，简直漂亮极了。还有你那迷人的微笑。你又有什么企图啊？如今，你不仅有中国式的玄妙，而且还有左拉式的直率，普希金式的浪漫。来，为了我们心中崇拜的普希金，为了您的健康，为了我们心中崇拜的斯大林，干杯！为了你的美丽，干杯！亲爱的科尔金，
我需要魔鬼梦幻注射药，只要你给我，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布多夫杰娜，你这个可怜的小猫，又想给谁下迷魂药了？告诉你，你的行为要检点一点儿，否则斯大林同志是不会高兴的。斯大林同志，他知道我普多夫吗？糟糕就糟糕在，你已经进入了斯大林同志的视野。你知道吗？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难道在我身边有什么迹象吗？先生，能看到大黄蜂和飞鱼如期归来，我这心里还是很高兴的。来，坐。飞鱼，你负伤了？先生，我只是为祖座打抱不平而已。像我们这些当年出生入死的，和日本人拼命的军人，如今仍然在前线沙场。可亲属们为何就不能享受一点特殊的照顾呢？你们在南考闹的事，我已派人替你们摆平了。我知道你们有情绪，这也可以理解。但是如今是党国多事之秋，千万不能因私人红颜而营私造次啊！安国，你的家人都安置好了？谢谢先生，我已将起早安排妥帖。怎么不把他们接到凤阴来呢？我想这里很快就要打仗，他们在这儿会影响我执行军务。你去看了海之士别动队了吗？还没有。那好，你们两个跟我来。你们注意看仔细了。你们认识这两个人吗？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起的，他们是苏联内政部保安委员会在塔吉克斯坦的间谍萨沙和瓦西里斯。这两个人可是身怀绝技，曾经随雅各达将军特使造访过抗战时的山城重庆，并且受到戴笠局长的亲切接见。这两个人现在有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先生，我不大明白，这两位苏联朋友怎么会是我们党国的敌人呢？因为普托夫杰娜呀。先生，我还是不太明白。大黄蜂，你听着，现在国共都在投入兵力，角逐徐蚌会战，决战很有可能是空前的决斗，胜者得天下，败者为寇。国军在辽沈战役失利之后，老爷子发来急电催促我启动39号绝密工程。你们也应该知道，这39号工程对国军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先生，我们再听，请您继续。你们千山万水把藤田弄到我这儿来，可他拒不与我合作，并且他还通过在奉阴的可尔金把他的处境报告给了苏联内政部特别委员会的查葛奇上校。这个查克奇上校是斯大林的亲信，于是我感到斯大林很可能与中共早有默契。于是我们感到了动摇第39号工程来自于苏联方面的可能性。先生，那我们的危险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的苏联朋友萨沙和瓦西里斯已从海参崴进入了中国境内，如果不出意外，
2天之后，他们2个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凤阴城内。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普多夫杰娜和藤田博士。那您需要学生我和郑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间谍战场上，黄家人和方世贵不是他们俩的对手，所以我需要你出马来保护这2个人的安全。必要的时候，你们可以公开你们的身份。先生，那就是说，我们不再继续死亡下去了。对，死亡是为了复活嘛。大黄蜂，你可是我手中的一颗完美的棋子，我对你是有信心的。我相信各方面你都不会输给这个苏联间谍。好，先生，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问吧。普多夫杰娜在这场游戏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暂时保密。先生，他怎么样了？他已经进入梦乡了。那你们都出去吧。是。藤田君，你想回北海道捕鱼吗？你想不想再去麻省参加同学会？你的旧相好正在海滨浴场里等着你呢。哎呀，你怎么总是忘记老朋友，独自一个人带着美丽的女人到处游逛啊？哦，怎么又是你呀，子期君？你的论文写完了吗？我不是不尊重斯塔尔导师，我只是对我的科研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啊。藤田君，你告诉我，抑制后的细菌病变培养是化学成分高于物理成分呢，还是物理成分主宰一切呢？我不是物理学家，也不是化学家。好，我听着呢，接着说，接着说。我只是研究细菌学的，可我的细菌是可以杀人的。藤田君，你能把上次回避我的话都说出来吗？特派员，经过我们调查，中共叛徒俞飞鸿、何流先生的死，是系潜伏在我军内部人员与中共奉阴地下党所为。上官秘书还击他们的时候，曾经看见公路上
有一辆道奇卡车，卡车上有4挺机关枪。上官小姐的伤势怎么样了？正在康复之中。那么你查过上官小姐的档案吗？特派员，上官秘书祖籍浙江余姚人，祖父曾救过戴老板的命，他的父亲后来得到过戴局长的嘉奖，后死于抗战第4年汪伪特工76号之手。他秉承父亲的传统，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女特工。关于她的身世与档案，特派员就不要多虑了。听说倪萍少校和上官小姐有染，而且后来闹得很不愉快。特派员，倪萍少校曾经秘密强奸过上官小姐，而且就在前祖座徐安国前去黑海执行特殊任务的期间，我怀疑。你怀疑什么？难道倪萍竟然会是中共的卧底？不像，一点都不像。像的往往不是，而不像的却可能是暗藏杀机呀。特派员，我怀疑倪萍少校可能是中共的王牌谍报青鸟。中共的卧底会是倪少校？有点危言耸听了吧？倪少校还是对党国蛮忠心耿耿的呀，他们之间可能是有场误会吧。特派员，你好好想一想，是谁在监督河流与上官小姐去的绝密档案库呢？祖座，像老头子这么精明的人，他就一点没察觉你的情况？也许他是故弄玄虚吧。我跟老头子共事多年，他的确是一位严于律己的人。他对党国的忠诚可以让你感动得落泪，生活方面也常给我照顾。可你毕竟背叛了他，或者说你们俩的信仰不同，会最终导致你们彻底决裂。你到底是什么人？祖座，如果你不信任，你就开枪吧。完了以后，你就说我是中共的青鸟，我会协助你掩盖好这一切。而事实上，现在唯一知道你是中共青鸟的人，便只有我。郑国，你为什么会对三民主义失去了信心？因为潮流，中共所向披靡，已顺乎了民意。民心在，国家在，这便是我要弃暗投明的真正原因之一。那天在树林里，你为什么没有还击我那位远房亲戚？因为我知道我们迟早会是一家人。我会对自己人开枪吗？普多夫金娜，你为什么非要把我送到医院去接受治疗呢？教授，我们这是为了确保您的安全，特意给您安排的特殊护理，您就好好养病吧。我知道，你们给我服用了刺激性很强的麻醉剂。我已经梦到了唐子琪正在提审我，这时候
他应该在他的实验室里头吧。普多夫金呐，普多夫金呐，你真的让我感到非常失望啊！你们俄国人研制的药剂，真的让我感到非常难受啊！教授，您想想，樱花盛开，再想想黑海的晚霞，还有我们白俄罗斯的漂亮女孩，就不会难受了。普多夫金呐，你真是个魔鬼呀！谁要是迷上了你，就会完蛋呐！是吗？海之师别动队休整的怎么样了？报告，我们已完全康复。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们要时刻记住特工手册上的要求，以逸待劳，去完成国家的使命。是。好，白玫瑰、鲁小冉留下，其他人可以自由活动了。郑国，你先下去吧。是。小冉，坐吧。看起来这段时间你身体恢复得不错。郑国，你好像有心事，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没事。哎，你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吗？伤口基本都愈合了。你的伤口怎么样了？快让我看看。没事，已经都好了，还没到换药的时候。哎，徐蚌会战快打响了吧？哎，你怎么看国军的命运？难说，我觉得吧，黄将军和杜将军都是国军的福将，这胜算嘛，还是有可能的。听说中共方面的指挥是粟裕兵团。哦。他和陈毅合起来，被中共称为第3野战军。这个粟将军可是很厉害啊！1年前孟良崮埋葬的张将军的整编第74师，就是他的手笔。哦。郑国，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消沉了？静雯，我们从事特工已经有10年了吧？我觉得，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将来好好的想一想。谁？静雯，我是从远处来找我兄长的。菲菲，跟踪人别神秘兮兮的，小心枪走火。静雯说的对，你也是个特工，不要不懂规矩。是哥。就算是打死我，也是正当防卫吗？白玫瑰，我一向以为你足智多谋，是党国可造就的优秀特工。你说说，目前我们的处境，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祖座，为什么会突然问我这个问题？从苏联回来，为了保证黑海行动的隐秘性，我们在这里销声匿迹，
时至今日，徐蚌会战即将打响，我们又将肩负起国家的使命，又将去迎接新的战斗，难道你就没有一点心得吗？今国你临危受命，定当精忠报国，死而后已。好，我没有看错你。坐吧。我们马上就要肩负起国家的使命，去完成一项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好，我让你打头阵。你和科尔金约的是几点钟？时间早已到了，我们走吧。你们是来找科尔金的吗？是的，我们是从乌兹别克远道而来的。请跟我来，请吧。好。请。阁下，我就不用自我介绍了吧？这位是瓦西里斯先生。这2天塔吉克的天气怎么样？下雪了吗？阁下，原本我们从大连港而来，但是事情紧急，察克季上校临时调来了军用直升飞机，送我们到莫斯科，度了几天假。而后我们又乘1个军用飞机送我们到金陵、南京。在南京见到老朋友了吗？你指的是我们的朋友劳斯先生。劳斯现在的情况我不知道，可我听说他在南京四处活动呢。我想我们这次来主要是解决普多夫杰纳的问题，好像跟劳斯没有什么关系。劳斯不仅是中央情报局在亚洲的观察家，而且还有点小嗜好，就是空闲的时候与普多夫杰纳调调情。你是说劳斯与普多夫杰纳是情人关系？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哦，这可太有关系了。比如说，你们万一没和普多夫杰纳达成共识，大动干戈怎么办？万一联邦调查局……哦，不，现在应该改口叫中央情报局。万一中央情报局的劳斯先生与我们内政部的2位先生火并了怎么办？内政部已准备按照美国的模式改组特别保安委员会，被称作科格勃的苏俄特工阵营即将诞生。我想我们完全有能力对付中央情报局的任何特工。你们不要忘了，被视作东方苏伦堡阵营的戴笠将军。戴笠？他不是在1946年飞机失事的时候摔死了吗？可是他和中美合作所训练出来的特工能力不可低估。你们可能战胜劳斯，却未必能击败中国人。教授，真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没什么，普多夫杰纳，我们都同样经历了这魔鬼梦幻般的召唤，现在挺过来了，也就没什么了。不过我只是担心的是，唐子琪把我梦中所说的那些话当成真理，那可就太糟糕了。
难道……给我倒杯水好吗？教授，难道你在梦中没说真话？你问了个很幼稚的问题。能否在梦中说出真话，这要看发明这项药物的人的本领。但我始终认为，像唐子琪这么精明的人，不应该用这种方式跟我玩啊。教授，实不相瞒，对你实施魔鬼攻心术是我的主意，不是子琪先生的主意。我只想配合他尽快完成他的任务。之后呢，让金国先生帮你澄清你和沙皇的关系。波多夫杰呢，你在犯了一个低级而又可笑的错误啊。教授，何以见得？如今，日本皇军的威严已不复存在了。但是我还是想帮助你啊，因为你是个可怜的女人。教授，你准备怎么帮助我呢？波多夫杰呢，你听着，可能唐子琪从我梦中的胡话中获取了关于化学方面的数据，对他的39号工程毫无作用。我还存有一套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存放在一个你能找得着的地方。不过，现在你还得不到它。为什么不现在给我呢？因为现在不是时候啊。我很想知道金国先生允诺你从布尔什维克那里得到些什么。报告祖座，上官佳慧奉命来到。上官佳慧，你的伤情怎么样了？康复了吗？已经康复了，感谢祖座的关怀，承蒙党国的厚爱。好。都说上官佳慧是为了个爱情可以忘记一切的人啊，但是佳慧小姐至今没有碰到如意郎君，是这样吗？上官中尉。祖座，如果您能放弃您的家眷的话，上官我可能也会爱上您的。真的吗？可我听说，倪一平少校曾经对你行为不轨呀，而且就在徐安国上校率钟少校等人前去苏联黑海地区执行公务那段时间，他强奸了你，是吗？上官中尉。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很有可能拿这件事对倪一平少校开刀。可是现在大敌当前，我希望祖座您能以党国社稷为重，切不可以个人恩怨毁了党国的谍报前程。好，党国有你这样的精英，就不愁徐蚌会战灭不了共匪。我要告诉你，特派员方世贵召见你和倪少校一起去执行另一项特殊任务，他现在正在官邸等候你们前往。矛盾的上官佳慧知道皇家人不信任倪一平少校，而且对他也心存怀疑。自从河流于飞鸿毙命在他手中之后，他在内心深处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心想，万一徐安国真的死在了苏联黑海，他的亡命行动岂不有点荒唐？
好怕之余，他又掂量着黄家人刚才所说自己为了爱情可以牺牲一切的论调，不禁有些个胆战心惊。他又想，此生如果再也见不到徐安国，那么他会在徐蚌会战之际销声匿迹，或者结束自己的生命。怎么了，美人儿？又是谁惹你生气了？黄家人正在怀疑你是不是共军的青鸟，你别高兴得太早了。黄家人，饭桶，总统的江山就很可能断送在这些个自以为是的饭桶手上。他还说什么？他的军衔是何时加封的？就是在你生病的那些日子。国民党的官儿我看不懂，这丢失了叛徒于飞鸿，按常理应该重责他20军棍，反而他的好，加官进爵。哼，这比起中共的赏罚分明来，简直是天壤之别。哼，你在羡慕中共？羡慕归羡慕，可我毕竟是党国军人。倘若不能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只能盼杀身成仁而后效。你们看，前面就是目标。海之石，哼！我对你们的精诚团结感到担忧，知道吗？他们来了吗？特派员，他们已经来了。报告。上官中尉，宜平少校，我在等你们。特派员有何吩咐？有一件特殊的使命需要你们俩共同去完成。你们必须要拿出中美合作所教给你们的看家本领，与2位苏俄特工较量一番。是。请。谢谢。先生，请。谢谢。请用。来，我们为苏联的强大，也为你们的到来干杯！为斯大林同志干杯！也为杜鲁门总统的身体健康干杯！来，关于这个中国人的事情，我刚才已经详细的对你们介绍过了。剩下的便要看你们的能力所能起的作用。不过，我还是倾向于把普多夫杰娜带回莫斯科，因为他的事情应该由内政部来处理。阁下先生，请问，关于藤田教授的处境，你怎么看？藤田小二，他加入苏联国籍了吗？从谢诺科夫将军的档案的情况来看，他只是递交了加入我们苏维埃国籍的申请，但是目前没有批准。这是将军给您的信。那你们的瓦西里斯先生到哪儿去了呢？他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会儿就回来。干。
谢谢。唐子琪，你又在耍什么花招啊？教授，我对你有难言之隐。也许你会奇怪，我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目标，却如此大动干戈地帮助民国政府。可如果你知道了尼古拉沙皇死得何等的悲壮惨烈，相信你也会落泪的。他是在揣度我呀？难道他真的以为我会冒死去帮助唐子琪完成39号工程的夙愿吗？教授，你占有了我，你占有了末代沙皇的后裔，你却对这历尽艰辛、尝尽人间痛楚的弱女子无动于衷。你的良心何在？说不定危险正一步一步。不，这边。站住！混蛋！你把苏联人的脸都给我丢尽了，饭桶！这人怎么这是回事？真是，喝多了。回去接着喝。还喝呀？俗话说，打是亲，骂是爱。或许他们俩执行公务，需要这个环节。凤音保密局。是。祖座，是市府办打来的，市长大人要亲自跟您说话。喂，市长大人吗？你有何吩咐啊？哦，我知道。什么？日本学者藤田小二？我不太清楚此事，我要向方特派员汇报。已转告方特派员，从莫斯科派来的2位专员现在就在我的办公室。他们称此行不见到藤田教授，就请我报告南京行政院。我看你们还是把人交了吧。市长，军方的任何行动，我黄某人无权干涉呀。恐怕你市长大人也负不起这个责任吧。目前是戡乱时期。我是莫斯科特使，我要见你们凤音保密局最高长官。喂，方特派员吗？我是家人呐。现在我要向你汇报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喂，
先生。喂，我是唐子琪。我知道了，知道了，让徐安国过来见我。先生。安国啊，安国啊，从苏联来的2位特使，真有点咄咄逼人呐。我担心我们的39号工程还在摇篮里就会断奶，成为被遗弃的孤儿啊。先生，此话怎讲？我用藤田的口供，夜以继日的不分昼夜的论证，试验也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可是，在这关键的时候，把藤田带回苏联，我担心我的研究成果都会付之东流。先生，既然藤田教授已经说出了秘密，先生您还怕什么呢？不瞒你说呀，实验不顺呐。可战事吃紧，太子和总统又给我发了密电，39号工程必须限期竣工，投入徐蚌会战。先生，我们还有多少天？眼下，您需要学生为您做什么？用你的方式，阻止他们带走藤田小二和普托夫杰娜。普托夫杰娜？他对我们还有用吗？按说这个苏联女人搅和在这场较量中有点不合时宜，可藤田这个王八蛋，就偏偏谈普托夫杰娜这一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么藤田小二在黑海度假，以及他和谢诺科夫将军之间的矛盾，这几条线索都是由这个塔斯社女人普托夫杰娜提供的，对吗，先生？你的推测完全正确。可是我们确实离不开这个女人呐，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你有什么办法，让我能腾出一些时间，去完成这项致命的武器？我只能奉命行事，保证他们的安全，在您的伟大杰作还没有诞生之前，不受任何干扰。我会在总统那里替你请功的。请。这边。我以查克奇上校的名义，与内政部特别保安委员会的名义，对你们民国政府保密局提出抗议。请，请坐。恭喜恭喜呀！可贺可贺！直指我军与中共徐蚌会战之际，能迎来了2位远道而来的使者，实乃我封印保密局全体同仁不胜荣幸之极呀！2位先生，抗议何在啊？贵国政府特遣队在我黑海地区和乌兹别克地区几经逗留，这完全不符合外交程序。已经加入苏联国籍的藤田小二教授也被贵国的特遣队秘密劫持。昨天，莫斯科已经向你们的南京外交部递交了呈文，希望贵国政府与军部立即释放藤田教授，并允许我们遣返祖国的叛徒普多夫杰娜。这2个人在我们封印保密局吗？这纯粹是
莫须有啊！真的吗？哎呀，波多夫坚娜，来，为你的美丽干一杯。教授，你的眼睛里含着忧郁，莫非这个领地会困死我这个俄国人和你这个日本人吗？哈哈哈，咱们不说这个啊，来，干一杯。教授，我感到我们的命运不妙。怎么，你害怕了？波多夫金娜，别太小孩子气了啊！我说过，我会帮助你的。教授，你快去帮助唐子琪先生吧，让他尽快搞出那个武器，把他们的敌人杀光。怎么？你要让我去毁灭人类？嘿嘿，当年希特勒在德国召见我，要我协助德国细菌专家生产与39号工程同类的武器，我也拒绝了。于是，你就去了谢诺科夫实验室。后来，你还参与了苏俄方面原子弹的实验。其实，我多么喜欢这悠闲的音乐天地啊！听我祖母说，我们家在圣彼得堡东宫的郊外有一座别墅，我们世代享受着沙皇给予的恩赐。可如今他已经改名叫列宁格勒了。藤田君，战后你为什么不回日本国呢？我于1943年4月就一直在德国工作，后来苏俄打进柏林城时，我已经没有了退路。当然，我要感谢苏俄给了我第2次生命。教授，你已经加入了苏联国籍了吗？还没有。老死，萨莎，你好，我一猜就是你，来，请坐，请坐。谢谢。几天不见，我就知道你还会来看我。谢谢。离开柏林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还会见面，但是没想到会在中国。老四，我常跟瓦西里斯提起你，我说我在2战期间认识一个美军中尉，当然也可能已经是中校了。哎，请坐。哎，老四，你还记得1945年我们并肩作战攻入柏林时的情景吗？记得。你到中国来干什么？我现在在中央情报局工作，而据我方的情报，你们苏联内政部正在改组特别保安委员会，一个名叫克格勃的组织呼之欲出，是这样吗？我说老四，我们还是谈谈中国，谈谈中国即将发生，或者是已经发生的事情。那好吧。你知道中共方面与国军打完了辽沈战役之后，又虎视北平和天津，就像中国人自己说的一样，芝麻开花节节高。可是如今呢，徐蚌会战，鹿死谁手还说不定呢。萨莎，你们到中国来做什么呢？老四，我们是想请你帮我们找一位叫藤田的日本人。准确的说，是即将加入我们苏联国籍的日本人。是一位科学家。对不起，我不认识什么日本人。
我可能让你失望了，萨莎。那么，老四，你一定认识一个叫普多夫杰娜的俄国女人吧？奥克同志，我需要得到你的配合。我全力以赴。你必须尽快考察我身边的飞鱼钟振国是否真的投诚了，因为现在知道我身份的人，除了你，就是他。另外呢，在海之石别动队里有个代号为猎鹰的侦查员，该显身漏水了，我同样需要得到他的帮助。你通知上级，尽快让他找到我。知道了。那莫斯科来客，我们应该怎么对付他们？我个人分析，在这个坎儿上，莫斯科派人来接走日本学者藤田，说明苏联高层倾向于支持蒋介石的意图已经逆向。斯大林很可能已经掂量出我们中共方面的胜算。徐蚌会战，国军必败无疑。那个普托夫金娜呢？我们怎么对付他？对于这个人，我们尚需观察，要看那2个苏联特工如何处置他。他毕竟是一个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战地记者，在国际舆论面前，我们不能被动。汤子琪的实验机写的怎么样了？这个家伙很狡猾，虽然他十分的器重我，但是关于基地方面的情况，对我也是保密。我想方世贵他们一定也不知道他的具体把戏。你转告宝石，让他尽快的接近实验基地。好。我先走了。走吧。太太，老太婆，你又在做什么呀？我在给静静织一件毛衣。哦，哈哈哈哈！阿鱼啊，把车上的海鲜搬下来。是，先生。静静，想外公了吧？外公，外公，你怎么老也不回来呀？啊，外公这几天有点受风寒，到城里看病去了。你的功课做完了吗？都做完了。啊，好。外公，我们这里要打仗了吧？不要怕，过几天呢，外公就安排你和你外婆一起到广州去住啊。那顾先生呢？自从他来了以后，我的功课进步很大。是吗？哎，那好办呐，也让顾先生随你们一起到广州去住，好不好啊？好。
啊，静静啊，陪外公到楼上去看看。嗯。静静啊，你告诉外公，有谁爱往这屋子里跑啊？老实告诉外公。外婆每天都来，可是为什么不打扫这儿的卫生呢？因为这屋子里闹鬼。你怕鬼吗？不怕。哦，阿宇，有什么事？顾先生，老爷有要事找你。在哪儿？就是太太常去的那个房间。好，请。先生，顾先生来了。顾先生来了，请坐。谢谢。顾先生，这里很快就要打仗了，我有意让你随我内人和外孙女一起到广州居住，你意下如何呀？先生，承蒙你的器重，顾某人对贵孙女的培养实在微不足道，倘若确实不弃愚者之学教，顾某人愿随贵府家眷前往广州。好，那就委屈你了。战争期间，我们家规限制了你的自由，奖励候补。我准备在你现有的薪水上再增加1倍。谢谢。来，请。先生啊，你看你这客套的，下次到寒舍事先打个电话，我派车接你不就得了？好，谢谢你的美意。啊，对了，另外转告你的儿子罗一伟，就说罗斯有重要的事情找他。好，晚安。好，走好啊。注意，他们过来了，你坐驾驶室。对不起，能借个火吗？谢谢。站住！
乖乖的告诉我，是谁让你来盯我的梢？不许动！俄国人不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逞能，放开他！安国，安国，是你吗？我知道你没死。小姐，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你要找的人，你认错人了。赶快离开这里吧，这里会很危险。不，自从海之石别动对葬身黑海之时，我就不相信你会死，因为我有心灵感应告诉我，你还活着。